期末考试那天，我们全班都被困在了考场之中。原本的语文试卷上只剩下了一个问题：谁是多出来的？只有全班人的答案都正确时，我们才能离开这里。看到卷面上的题目时，我以为是老师给错试卷了。明明是3母语文考试，但上面却只有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：谁是多出来的？之前也发生过印刷错误的问题，我刚想举手和老师反馈，老师，这卷子是不是印错了？班长刘娟走上前，将卷子给了监考的女老师看。没错，这场的考题就是这个。考试时间还剩40分钟，交空卷的死，成为答案的人死；交头接耳，违反考试规则的人死。只有全班都是正确答案的时候，你们才能离开。监考老师的脸突然变得狰狞可怕，嘴角也裂成了一个夸张的弧度。班长吓得惨叫一声，后退了一步，碰到桌子，发出很大的声响。怪物老师的嘴张了张，班长头上瞬间出现一个硬币一样大小的血窟窿。考场喧哗者死。看着班长倒在血泊中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考场里安静的可怕，一股浓浓的血腥味让我作呕，我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生怕成为下一个班长。我掐了掐脸，脸上的疼痛感让我确认了这不是一场噩梦。距离考试结束还有30分钟，交空卷的死，成为答案的人死；交头接耳，违反考试规则的人死。只有全班都是正确答案的时候，你们才能离开。怪物监考老师在过道间来回走着，嘴里重复着之前的规则。当他快经过我时，我的身体下意识的一缩，衣袋里的准考证滑出来，落在地上，发出啪嗒一声，在安静的考场格外刺耳。糟糕，完蛋了！我心里顿时一片冰凉，抬起头，目光正好和监考老师对上。他慢慢凑了过来，我下意识的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脑袋。同学，你的准考证掉了。谢谢。我紧张地咽了一口口水，接过准考证，我不经意间瞄到了监考老师的胸牌，上面好像写着什么443。这眼前恐怖的怪物监考老师居然放过了我。距离考试结束还有5分钟。面对着这样的试卷，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落笔。被写上名字的人会像刚才的班长一样惨死吗？那我不就是凶手了？我不能交白卷，也不想成为凶手。我鬼使神差的在卷上写上了一个名字：谁是多出来的？答：何小天。我的名字就是何小天。本场考试结束，试卷翻过来，从后往前递过来，所有人的卷子就都被收了上去，没有一个人敢动，所有人都安静地看着面前的监考老师。怪物老师将那一叠试卷都封进了档案袋。1小时后，第2场考试。说完，人瞬间消失了。随着他离开的，还有地上早没了气息的班长。那诡异的监考老师彻底消失后，同学们才敢开口说话。我操，我们这是被外星人绑架了吗？刚刚他说什么？等会儿居然还有考试。到底谁是多余的？班级里面就像是刚烧开的火锅，一下沸腾了起来。坐我后排的闺蜜甜甜走到了我的身边。小天，我好害怕。别害怕，现在他不是已经走了吗？你刚刚写了谁的名字啊？我写了我自己。刚刚你们都写了谁的名字？是副班长坤坤，平时有些爱出风头张罗事情。他手里拿着粉笔开始准备记名，但没有一个人回应他的话。这个时候告诉坤坤自己写的是什么，不就等于告诉大家自己做了什么肮脏事吗？现在还管写什么吗？赶紧先逃出去吧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体育委员李敖鸟已经站在了门口准备开门，但门似乎被什么锁住了一样。明明只是一扇木门，但是不管敖鸟怎么用力，把椅子狠狠地砸在了门上，门上却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。我们又挨个查看了窗户后，也是如此。我们这才真的意识到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离开这间教室。距离下一场考试到来只剩5分钟。小天，等会儿还会是那个考题吗？甜甜着急地哭了起来，看到她现在的模样，我的心中也有些慌张了起来。哭的人真烦，
又开始装可怜了。坐前排的文艺委员白洁对着我们这边艳贤的低声说了一句：“你有空说风凉话，不如先想想怎么出去。”他盯着看我看了几秒钟，有些生气地说：“不过就是老师的狗，生什么气？”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一阵脚步声从门外传来，那扇我们怎么也打不开的木门突然开了。监考的还是刚才的那个怪物老师，他突然拿起了粉笔，开始在黑板上书写着：第一轮考试，白洁12票，张三5票，韩梅梅3票，柴坤坤3票，何小天2票，王德发2票，李雷1票，黄甜甜1票，李奥鸟1票。票数最多的是刚刚说风凉话的白洁。文艺委员白洁，据说也是一些男生内定的班花。虽然她很受男生欢迎，但是自视过高，不怎么招女生待见。我们是文科班，过半都是女孩子，这样看结果也是很正常的。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除了我自己填的那1票之外，竟然还有一个人写了我的名字。监考老师似乎对结果很满意，他的嘴角咧到了耳根。白洁12票，那么多余的人是你吗？白洁就坐在我的正前面，我清晰地看见了那条锐利且诡异的舌头，直直地穿过了白洁的头，停在了我的眼前。白洁咚的一声倒在了地上。可惜多余的人不是他。监考老师舔了舔舌头，似乎很享受。第2场考试开始，准备答题。考试时间剩余50分钟。交空卷的死，成为答案的人死；交头接耳，违反考试规则的人死。只有全班都是正确答案的时候，你们才能离开。试卷上还是那个题目，谁是多出来的？这一次得票最多的又会是谁呢？是班级里面爱欺负人的男生，还是成绩吊车尾的人，又或者是跟自己有摩擦的人？我的目光集中到了前面的黑板上，除了死掉的白洁之外，排名第2的就是张三，他是我们班的刺头，也是年级里有名的小混混。按照着这样的发展情况，我觉得这场被投出去的很可能就是他了。但是按这样的顺序，很快就会有人投票给我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又该怎么办呢？我突然感觉不太对劲。黑板上的票数加起来刚好就是30票，和我们班的人数一致。但是这绝对不对，因为死了的班长不可能会填卷子，所以票多了，真的有多余的人在这里。本场考试结束，1小时后，第3场考试。监考老师将试卷都封进了档案袋，沿着地上白洁的身体也是一瞬间就消失了。班级里面吵吵嚷嚷的，大家都在议论着刚刚自己填写的名字。同学们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大家顿时安静下来。如果我们继续乱投，每个人都可能会死。如果所有人都写自己的名字，那么就会变成平票，大家都是第1名，也都是最后1名，说不定就能让我们出去。如果有人违背了约定，选择投票给别人的话，那么就会死掉一个人，但是根据唱票，我们就能够确定是谁违背了约定，而违背约定的人可能就是那个多出来的人。这个方法好像不错。没准凭票就是游戏的 bug。没错，虽然凭票可能会触发危机，但至少能改变现在被动的局势。我赞同，大家要么一起挂，要么一起出去。副班长坤坤捋了捋自己的头发，然后开口了：我是副班长，我先带头投自己1票，大家可千万不能耍赖，要是耍赖了的话，大家都得要完蛋。就是，都说好了的事情，可不能背后捅刀子哦。谁骗人？就这辈子吃方便面没调料包。每个人都纷纷做出承诺，甚至说出怨毒的话来诅咒失信的人。看起来大家好像都达成了这个协议，齐心协力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心却跳得厉害。高跟鞋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和上一次一样，他开始在黑板上写着投票信息。第2轮考试，张三27票，小天2票。已经死了班长和白洁了，现在的同学只剩下了28名，但是总票数却是29票。从众心理发挥了作用，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上次票数最多的张三。看到我又是2票的时候，我的心一惊，眼下黑板上除了张三，竟然只剩下了我。
如果大家都写的自己，而这个一直给我投票的人再给我加了1票的话，那下一个死的人就是我。此时的我真的有点害怕了。监考老师诡异地将头倒向了一边，发出毛骨悚然的笑声。哦，这次是男生啊！听说男人的痛觉没有女人敏感呢。他脸上露出极为兴奋的神情。很快的，一阵剧烈的惨叫声传了出来。张三整个人悬浮了起来，然后四肢以不可能的角度扭曲着，随着脖子被扭断，最后他连声音也发不出来了。扭成肉团的张三被丢在垃圾桶里，没了动静。考试时间剩余50分钟。交空卷的死，成为答案的人死；交头接耳，违反考试规则的人死。只有全班都是正确答案的时候，你们才能离开。看着试卷上的那个题目，谁是多出来的，我只觉得头皮发麻。事到如今，我已经没有勇气再投自己。闻着空气中浓浓的血腥味，我要动笔的手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。不行，不能写我自己的名字。可如果是写别人的名字的话，我这一票随时会杀死下一个人。此时，我觉得我手上的不是一支笔，而是一把刀。我真的有那个勇气和觉悟杀死别人来求活吗？教室里很安静，秒针走动时滴答滴答的声音非常清晰。我的视线再次落到了黑板上的投票结果。韩梅梅虽然有点说话刻薄，但是上次我例假来的时候还是她借我的。柴坤坤虽然自傲爱哗众取宠，但其实人不坏。王德发之前钱包掉了，还是他捡到还给我的。李雷考试借过我橡皮擦。李奥鸟虽然跟他没什么交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可以无条件相信他，不能投他。这些都不能写，那我能够写谁呢？我需要一个写了也不会伤害到他的人。突然，我的脑袋里冒出了一个名字，此时此刻我却很清楚地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活路。本场考试结束，我原以为监考老师会和之前一样收了试卷就离开这里，却没有想到他打了个响指，所有人都消失了。我原以为监考老师会和之前一样收了试卷就离开这里，却没有想到他打了个响指，随后整个空间扭曲了起来，所有人都消失了。接着他竟一步一步地向着我靠近。我写的是一开始就死掉的班长刘娟，这样就不会因为交白卷而死，也不会伤害任何人。真聪明，经历这种事情还能保持冷静思考，而且还能找到规则的 bug。 不过他可不是这里多出来的人。他把头凑近我。你没发现吗？教室里多出来的人就是我呀。你调准考证的时候，我就记住你的名字和小天，偷偷告诉你，我只有第1轮给你投票了。对啊，这个教室里多出来的人不就是他吗？这之前我们从来就没有在学校见过这个监考老师。我顿时欣喜若狂，仿佛看到一丝希望。不过你们怎么可能会知道我的名字呢？连我自己都不记得我是谁。怪物监考老师好像恶作剧得逞一样大笑起来。这居然是道死题，不会有答案，所有人都将死在这里。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。难道我们就只能够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吗？想到被杀死的班长刘娟、白洁、张三，我只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绝望。不过你很有意思，我不介意让你多玩几轮。接下去我们来玩个背刺游戏。游戏的规则只有2条。第1条，当你得票最多时，所有投你名字的人都会死。当你得到所有票，你会获得胜利。第2条，你不能把游戏规则告诉给任何人，否则你将成为正确答案，变成多出来的人，杀死你，全部人都能够安全离开。他再次打了个响指，空间扭曲一下子变回了原样，监考老师也回到了讲台上。1小时后，第4场考试。现在的我只有2个选择，一是让所有人选我，然后成为胜利者活下去；二是故意泄密牺牲自己，让所有人离开。在前3次考试中，我没有伤害过别人，
几次的投票中，我都投票给了自己或者是死掉的人，但并不代表我不想活。我的思绪一时有些混乱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同学们在教室里闹哄哄地讨论自己写的名字，突然教室的角落里传来了打闹的声音。王德发，你他妈的！李雷，你神经病啊！干嘛突然骂人？角落里，两个男同学王德发和李雷掐在了一起。你俩干什么的？都这个时候了还打架？坤坤过去劝架，结果自己却挨了一拳。王德发，你这个畜生，不是说好了写自己名字吗？刚第试卷的时候，我看到你的答案是我。我想起王德发和李雷之前就有些矛盾，只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下，王德发不惜成为大家攻击对象，也要做得这么绝。大家开始指责王德发。王德发，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？说好了大家一起写自己，你怎么这样？王德发这个大个子的男生居然就哭了起来。会死的，我们都会死的。如果我们都是一票，我们都是答案，我们都会死的。我不想赌，我不能死。而听到这话，一旁的李雷也是青筋暴起。你不能死，难道我就该死吗？说着，李雷整个人的脸色都不对劲了起来。我不要像张三一样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随后，他直接拿起了裁纸刀，大家吓得都退后一步。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李雷就狠狠划破了自己的喉咙，倒了下去。周围的人也都呆住了。监考老师又来了。监考老师似乎完全不在意李雷的死亡，只是照旧写着上轮考试的结果。票数最高的是坤坤，14票。我没有看到我写的班长刘娟的票数，显然这个漏洞是不作数的。没有想到会有超过一半的同学投票给坤坤，明明说好了，结果大部分人都没有遵守承诺。坤坤很快就要死去，而刚刚死掉了的李雷不过2票，原本根本不用死的。监考老师走到了坤坤的身前。哎呀呀呀，你还是副班长，对吗？看样子你的同学不是很喜欢你呀。坤坤的脸色肉眼可见的惨白了起来，紧接着监考老师张开大嘴，一口咬掉了他的头。这一次，我仍然在答案上写上了班长刘娟的名字。1小时后，第5场考试。监考老师和坤坤再次消失，闺蜜甜甜走到我身边。小天，上一轮你投给谁了？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里一下子咯噔了起来。我的票数就在黑板上，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只会以为黑板上我的那一票是自己投给自己的，除非刚才那一票是他投给我的。我当然是投给我自己了，你的那一票呢？为什么黑板上没有你的投票？听到这句话，黄甜甜的脸色有些难看。我也投给坤坤了。他在撒谎，他肯定是投给我了，可是为什么？明明我们玩得那么要好，他却想杀了我。我心里一冷，一个想法在我的心里涌起。我们说好了要投给自己的，你怎么可以违约呢？你看，我都是投给自己了，你怎么可以投给坤坤呢？我很大声，一下子就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，所有人都围了过来。黄甜甜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是要大家跟着你一起死吧？下一轮我们一起投黄甜甜，让她去给坤坤陪葬。尽管全班有超半数人都投给了坤坤，但是此时所有人都表现像义愤填膺的正义之士一样。小天，你根本没有投票给自己，你那票是我投的，你才投了坤坤。这一下子，所有人都反应过来了，全都有些鄙夷地看向我们2个人。黄甜甜，你为什么要投票给我？不是你先投我吗？除了你，我没什么朋友，也没跟人有什么交集。第一轮，除了你，还会有谁注意到我，来投我？我顿时有些无语，这是什么逻辑？难怪他之前问我投的谁，没想到他心里却是这样看待我的。小天也不是什么好货色，他不是纪律委员吗？不知道谁嘀咕了一声，更多人开始接话。对，班上有谁没被他跟老师打过小报告？平日当人面装的跟烂好人一样，背地里只怕也是个阴人。等会儿就写小天的名字好了，谁让他当狗的？就是，写他，老师不是最喜欢他吗？没准他就是多余的。大家像是找到了什么宣泄口，用各种恶毒的话开始攻击我。
互相怂恿投票给我，想把我当成下一个祭品，我的心也彻底冷了下来。是的，我是纪律委员，负责维护班级的日常秩序，无论是考试作弊，还是晚自习玩手机吃零食，屡劝不改的我每次都会一一记录告诉老师。难道这些不是我应该做的吗？就算是这样，也不应该写小天的名字吧。眼下我们还是想办法找到多出来的人吧，不然早晚我们都去死。如果大家都投了自己的话，也许就能够找出多出来的人是谁的。是凹鸟，他人缘很好，因此有一些人就答应了说再投一次自己，但是我并不担心。看一个人不要只听他说什么，而要看他做什么。刚刚大家不是有那么恶毒的诅咒吗？为什么最后坤坤还是14票被投了出去了呢？至于李凹鸟，我拿出一张草稿纸写了些东西，然后再走到李凹鸟的身边，悄悄塞给了他。上面写着的是投给刘娟。根据之前的经验，如果李凹鸟投票给刘娟就是无效票，那我还是可以满足得到所有的票。而且李凹鸟能在这个时刻站出来为我说话，我还是挺感激的，这样没准他也能活。这一次是王德发，监考老师似乎心情很好，只是一次就了结了王德发。当我抬头看向他时，不经意间我们的眼睛对上了。奇怪的是，我感觉到他现在的心情似乎非常愉悦，真的很古怪，我的心底隐隐有些不安。而看着手中的试卷，问题还是老样子，谁是多出来的？收卷之后，怪物监考老师的脸却看上去有些阴沉。我原以为还要等60分钟才能够公布结果，没想到他直接转身在黑板上开始书写起来。何小天21票。这场考试的胜利者是何小天。胜利者为什么是何小天？老师，我们都投何小天了，不应该是杀死何小天吗？对啊，我们是选对了吗？小天是多余的吧？那我们才是胜利者吧？绝望让大家愤愤不平地声讨起来。监考老师不耐烦地打了个响指，下一秒，大部分人的头就像被大锤砸中的西瓜一样爆裂开，就像一朵朵血色的烟花。瞬间，整个教室里都是肉块与血。讲台上的怪物监考老师阴沉着脸，似乎对结果很不满意。60分钟前，我把纸条塞给了凹鸟，凹鸟看了一眼，我写过了。我吃了一惊，抬头看黑板，上面确实没有李凹鸟的名字。已经死了班长白洁、张三，剩下的同学只有27人了，去掉我的无效票，加上监考老师的投票，原本应该还是27票，现在加起来却只有26票。我看向他，他点了点头，我立即明白他也跟老师达成了交易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场考试的意义在哪里？如果他们只是想要吃人，可以直接杀死我们。是的，如果他们只是纯粹的怪物，他们明明可以轻而易举地用舌头杀死我们每个人，但现在却要这样费时费力地制造一场规则游戏来杀人。唯一的解释是，他们也在遵循某种规则完成某些事情，并不能随意杀人。我们在这里既不会饥饿，也不需要上洗手间，这里显然不是我们那个世界，我们的身体也不是原来的身体。那如果我们遵守好考试规则，但是又一直投班长李娟，会怎么样？考试会一直持续，直到我们猜出老师的名字。我原本想过，按现在之前的规则倒推，我们会一直投票到只剩最后2个人，2个人再互相投票给对方，然后大家全部死亡。所以这场考试只是在制造一个所有人自相残杀的死局。但是刚才之后，我突然想到一种可能，也许他们必须遵守规则，只能留下1个人来成为某种存在，也许是变成跟他们一样的东西，甚至是替代他。或许这才是这场考试存在的意义所在。我想起监考老师刚才愉悦的模样，突然感觉一阵毛骨悚然。对呀，所谓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是能活着回到现实中，也许只是不用去死，却会成为他们这样的怪物。所以我们并没有2个选择，我们只有1个选择，继续写班长刘娟。同学们，如果想活下去的话，我们还有一个方法。现在讲台上怪物监考老师的脸阴沉的能滴出水来，
活着的同学加上我和凹鸟有4个人，显然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局。虽然凹鸟告诉了大家写班长刘娟，但是看来大部分同学仍然选择了他们觉得更保险的方法，就是写我的名字，然后等投票结果后，看看别人写班长刘娟的后果，再决定要不要跟，这样显然更保险。反正会死的是我，只是可惜他们并不知道游戏规则已经悄悄改变。我们现在开始下一场考试。监考老师走来走去，看上去焦躁无比，偶尔在自己的脸上胡乱抓挠几下，似乎跟凹鸟想的一样，只要我们遵守考试规则，他就拿我们没办法。不知道过了多少轮，监考老师面目狰狞的脸已经被挠得血淋淋，更加恶心恐怖。突然，门外传来奇怪的摩擦声，门嗖的被打开了，一张巨大的人脸出现在那里。考试时间到，考生停止答题。完蛋了！我顿时心中一凉，万万没想到居然有截止时间。我看向凹鸟，他看上去却很淡定，甚至朝我比了个爱心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莫名感觉有些安心。老师，求求你，再给我几分钟，我马上就完成了，马上就……我看到监考老师脸上露出恐惧，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人脸嘴里伸出的巨大舌头卷进了嘴巴，然后门被关上了。听声音，那巨大头颅咂巴着嘴离开了。原来真正的考生是这个监考老师，我们才是怪物们的考题。他的证件不是监考证，而是准考证，上面的数字是他的考试编号。这个怪物老师可能是吊车尾的那种，脑子不太好，所以看到我和凹鸟比较聪明，想要利用我们帮他完成考试，没想到反而因为暴露信息把自己弄成了死局。地上的残骸和血迹突然消失了，我走到凹鸟身边。你早就知道了考试有截止时间？不，因为你有主角光环，跟着你不会死。什么？而且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会结束的。突然一阵眩晕，我眼前一黑，等我再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。啊，小天，你醒来了，我的孩子啊，你受苦了。妈，我怎么了？都怪你们学校和那遭天谴的无良商家，你们吃的早餐里面那个鸭脖是用毒死的老鼠做的，你们全校学生都中毒了，怎么洗胃都没用，你们班还活下来你们4、5个，其他班那真的惨呢，一个都没活下来。还好你运气好，不然你可让妈妈怎么活呀？对了，我想起那个鼠鸭了，跟鸭脖混在一起，因为有股怪味，所以我只嘬了一小口就丢了。没想到这么多学生因为这么可笑的东西死掉了，这辈子真的再也不想吃鸭脖了。